嗨，大家好，我是独立离岸顾问Sean，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很多朋友在看了我们频道亚美尼亚初体验第一印象的视频后，在留言评论区留下了各种酸言酸语，说这国家真穷真破，不如自己家乡哪儿。OK， 一个国家好不好，1000个观众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但是这个地方适不适合屏幕前的你，只有你说了算。因此，除了首都艾里温，我也深入了亚美尼亚广大郊野腹地。今天的视频，我们一起来看看独特的高加索地区地貌、穿越时空的历史遗迹，以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边境线上留下的战争痕迹。当然，繁华闹市里也有异域曲风的动感，美女的婀娜，山河远阔，人间烟火。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行动。Let's get into it。OK， 现在是我出了耶尔万之后的第一个景点，是一个拱门。一会儿我给大家会拍一下这个拱门的全景。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拱门后边的这个风景吧，也可以看到整个高加索地区的地貌，非常漂亮。应该是比较干旱的，它是一种干旱的山地地貌，还挺特别的，挺不错的。大家看一下。到了今天在耶尔万以外的第一个大景点，这个景点叫做 Geghard Monasteries， 应该就是叫 Geghard 修道院吧，是属于一个亚美尼亚基督教亚美尼亚教派的一个特色的修道院。But before that, also we had the period where people used to worship the sun, the body, the bread, and they like the sun will worship on mountains. But in the mountains we have a lot of sprinkler house, and wherever the sprinkler was supposed to be shrine, it was supposed to be. 现在我到了这个修道院的里边，我们马上就进到修道院最里边去看一下，到底长什么样，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吧。OK，Let's go。这个教堂，准确来说，这个格加尔德修道院完美的镶嵌在高加索山脉的岩洞之中。由于该修道院出色的岩石建筑工艺，以及堪称中世纪亚美尼亚修道院建筑与装饰艺术的典范。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收录于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个里面真的很震撼，一种很神圣的感觉。我得喝口水来呀，很不错的这地。这水池这应该也是可以，这边也有水池，应该也是可以喝的。好 ，OK， 我们再往这个教堂、这个修道院的上面去看看这个山上，因为它是依山而建的。我们看看山上有什么景致吧。沿着小步道往上走，你会发现更多的惊喜。虽然外面在整修，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魅力。每一步都让你更接近这个精神的殿堂，让你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信仰的力量。别看这些山上面，它都有雕刻这个十字架，精神的象征，精神的殿堂。看山上面，他们这是叫做洞穴修道院，就是最开始因为过来的人他没有这些工具，没有这些经济实力嘛，这些传教士，他们最开始的传教方法就是直接在这些洞穴里面做一个小教堂来传教，所以整个洞穴外面全都是这种很漂亮的这些宗教的图腾。OK， 我现在又下车了，又到了一个新的景点。大家猜猜我现在是不是又到了一个什么修道院、什么庙、什么神迹 ？No， 都不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Symphony of Stones， 也就是说是中文应该可以翻译为交响乐之石吧。就是你看这个石头是不是很像那个交响乐的乐器，像不像那种乐器的形状？
很有特色，然后还有这种溪水流下来，所以这边的泉水都很好喝，就是这个道理，是因为整个山脉的泉水。你看，正好一个屋顶，如果累了，你就可以坐在这里面休息休息，享受一下这个亚美尼亚高加索山脉地区的清风。漂亮漂亮！什么？世界上第一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居然有一个古希腊罗马风格的神庙？没错，这就是加尼神庙。但是大家可知道，这座希腊罗马式神庙里供奉的却是波斯文明中的太阳神。见微知著，一叶知秋。从这座加尼神庙，我们不难发现，亚美尼亚从来就是不同文明交融的中心。在历史上，亚美尼亚曾是古罗马帝国国土最东边的一个省，也曾多次受到波斯帝国的深刻影响。在今天的亚美尼亚，不也还是东西方不同文明碰撞的试金石吗？ Garni Temple 也就是希腊神庙还是挺不错的。我是觉得，如果大家来亚美尼亚或者说高加索地区，我觉得这个神庙肯定是必来的一站。它好就好在它首先是整个亚美尼亚最老的一个庙宇吧，应该算是，它都不是基督教的教堂嘛。然后同时它在的这个地区风景也非常好，就是它正好是在一个山顶，所以它古代这个神庙，就我背后的这个神庙，它都是用来祈福啊，或者说献祭啊，都是一些宗教仪式的地方嘛。所以这个地方还蛮不错的。外国人去中国要去长城，不到长城非好汉，是吧？不到这个 Garni Temple 也不是亚美尼亚的好汉。很多朋友都问亚美尼亚这边到底是什么气候啊？我适不适应得了啊？其实我想说，这边气候非常的好。首先，它比较接近新疆的天气，但是，没有新疆那么的极端吧？我觉得它天气更温和一些。就是夏天，现在是夏天，是相对最干燥的时候。所以你看，这个对远处的山都是比较秃的，但是也不会很干，就是还是很舒服。就是它的天气整体和新疆比较接近，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然后阳光比较强，相对比较干燥一点，但是却没有新疆冬天那么寒冷，夏天那么干燥，还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它毕竟在一个高加索的山区嘛，我坐在这个树荫底下就一点都不热。这边就这样的气候类型，所以各位朋友不用担心适应的问题，相信我，来到亚美尼亚，你一定会爱上这里的气候。视频创作不易，如果您觉得以上内容您还看得下去，希望您可以花最多0.4秒的时间给本视频点个赞，这将是我们持续推出更多好视频的根本动力。说到亚美尼亚，更多的朋友还是最关注如何拿永居。大家持续的问题不外乎是申请永居的门槛条件和资料准备。说到门槛条件，请大家一起看亚美尼亚外交部的网站上的官方解释 ：Runs business activities in Armenia。翻译成中文，那就是你得在亚美尼亚境内经营企业，也就是说，唯一的门槛条件就是你得是亚美尼亚的企业主。That's it。说到资料准备，亚美尼亚外交部的官网上也说得非常清楚：申请表、照片、护照、医疗证明、付款证明以及相关证明材料。说到相关证明材料，往往是大家疑问最多的地方。有的朋友甚至问我，注册一家空壳公司一直零申报可不可以？那当然是不可以，你得有该企业经营的银行流水、当地报税。如果你还有当地雇员、办公场所租赁、货物进出口记录等等，那就更好了。至于很多朋友问到怎么在亚美尼亚开企业，这个取决于您的资金实力、商业企划、专业擅长，这个是不可能一概而论的。需要协助，欢迎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联系我们全球人团队，我们国际化以及亚美尼亚本土化的团队绝对可以助您一臂之力。对于各位想在亚美尼亚开展业务或者直接移居的朋友们，下面这个问题可要格外注意了。我知道很多人都在担心亚美尼亚会不会和邻国阿塞拜疆再打一仗。其实未来的和平前景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光明得多。在阿塞拜疆有一块叫纳卡的地方，这个曾经是个小亚美尼亚，居民说亚美尼亚语，信仰基督教，但也有不少阿塞拜疆人在这周边生活。2020年，两国发生了一场冲突，结果可把亚美尼亚打得够呛。亚美尼亚集合了所有国内的力量，突袭纳卡，直接拿下了纳卡。但是阿塞拜疆很快反应了过来，直接拉来了土耳其助战。此时俄罗斯又开始陷于俄乌冲突，自顾不暇，无法出兵援助亚美尼亚。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亚美尼亚惨败收场。
现在两国已经签订了协议，争议领土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因为战争，亚美尼亚的经济曾经遭受了重创，他们现在正努力取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一切为经济发展开路。包括现在的办企业拿永居的政策，也是响应这一宏观的大背景。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不用担心战争的风险了。现在的亚美尼亚正朝着和平发展的方向前进，相信我，这里的和平发展一定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OK， 各位老铁们，关于亚美尼亚的话题我们暂时聊到这儿。离开亚美尼亚，我又通过陆路交通的方式来到了令人惊艳的邻国格鲁吉亚。在这个新的国家，我究竟会有怎么样的见闻和趣事呢？还没有关注顺手牵羊的朋友，请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打开小铃铛，别错过更多关于高加索宝藏国家的更多劲爆内容。顺手牵羊，一个关于去中心化资产管理和无国界生活方式的频道。我是Sean，我们下期见，拜拜。